到了2030年，美国海军舰艇规模将难以为继，崩盘不可避免。难道不能和中国一样下饺子吗？Hello， 各位老铁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我是虎妞。最近这2天，网络上被美国海军最先进驱逐舰 DDG-1000的近况刷了屏。这艘曾经的美国海军未来规划主力舰艇，因为技术上的问题，不得不从海军的主力靠边站，成为了一个不折不扣的鸡肋。此次爆料的 DDG-1000近况更是非常的窘迫，舰艇全身锈迹斑斑，隐形涂层生锈变色，看起来像是20多年前服役的老舰。要知道 DDG-1000 服役到现在也不过5年的时间。从美国海军的表象之下，我们能够看出美国海军正在陷入一个非常大的困境。因为造船业的衰落和萎缩，加上疫情的影响，美国海军数量庞大的水面舰艇缺少维护，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事情了。目前不止 DDG-1000 这种新舰得不到充足的维护保养，这种情况在美国老旧舰艇上更为严重。要知道，现在美国海军的不少主力舰艇都是处于即将超期服役和缺少维护的双重 buff 中，尤其是堪称美国海军主力的导弹巡洋舰提康德罗加级。究其原因，便是上文提及造船业的衰落和萎缩，主要是因为90年代后美国工业产业空心化，因为做实体没有金融业赚钱，大量资金都被投入到了与工业毫不相干的金融资本中。长此以往下去，美国的造船业衰落就是必然的。另外，加上美国海军的预算在现有舰队规模和美国国内实际购买力这2个前提下严重不足，不足以支撑美国海军继续维持着一支世界级规模的海军了。90年代正是苏联解体，美国如日中天的时候，当时美国造船工业持续兴旺，仅从90年代到2000年，美国军工造船业发力爆兵了7艘提康德罗加级导弹巡洋舰，33艘阿利伯克级导弹驱逐舰，这批90年代生产的军舰至今都是美国海军的绝对主力。但是也造成了一个隐患，因为建造的年代过早，到2030年，这些舰艇的舰龄将超过40年，舰体将无法承受。现阶段，美国海军全部在役的22艘德罗加级导弹巡洋舰，最年轻的也有30年舰龄了。而美国海军阿利伯克级驱逐舰的第一批次18艘舰艇，也将在2030年达到35年的极限舰龄。因为必须准备退役工作了，不然到了寿命的军舰，故障率和安全性上都具有极大的隐患，这是美国海军无法承受的。预计到2030年，美国将一共退役40艘盾舰，也就是说，美国目前的91艘盾舰，其中的43%盾舰都将退役，这对于美国海军来说打击巨大的。因此，就有人提出能不能继续刺激美国本土的造船工业，同时进行新舰下饺子的做法呢？只能说这样想真的是有点想太多。以当前的实际情况来说，美国海军的钱都拿去造航空母舰和新型核潜艇了。一艘福特级航母100多亿，一艘哥伦比亚级战略核潜艇也是100多亿，单位还都是美元。有这俩吞金兽张着大嘴，美国海军根本没有足够的预算下饺子。加之目前美国一艘阿利伯克3型导弹驱逐舰的造价为25.8亿美元，40艘就是1032亿美元，这样的天价，美国无论如何也是拿不出来的。而且这只是建造军舰的钱，如果要刺激国内的造船工业，就得投入大量的资金，还要培养大量的产业工人，相关技术人员也得花大钱去砸，这都是美国造船业目前最稀缺的。这些不仅需要时间，也需要金钱，各方面都有问题。因此，美国目前的盾舰建造速度受种种因素影响，一年能够下水个2艘都已经实属不易了，更别提什么不切实际的下饺子了。现阶段，美国痛定思痛，通过了建造14艘伯克森系列驱逐舰的项目计划，目前正在开始陆续动工，预计这14艘最快能赶在2030年差不多全部下水，能不能全部服役甚至都不一定。最后总结，到了2030年便是美国海军的分水岭，届时美国海军的规模将进一步的锐减，陆陆续续退役40多艘盾舰，与美国海军需要制霸全球的战略来讲，这是绝对不足以继续支撑下去的。而从2032年开始至2036年，美国海军还得再退役21艘盾舰，这些都是建成于上世纪90年代的阿利伯克和提康德罗加。
届时美国盾舰的总数量必然要被腰斩，美国海军的舰队规模彻底的崩盘，这是不可避免的。到时候的美国海军又没有足够数量的新舰可以补缺，全球战略的无法维持，毫无疑问是必然情况。